汐止古名水灯卡，因为基隆河涨潮到此又折返而得名。汐止左邻台北，又接基隆，加上中山高、国道3号、台5线皆途经此区，使汐止成为台北与基隆两地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。而市郊通勤的快步调生活节奏，也成为了汐止人的日常。本次哈哈台街访带你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汐止区闲人。首先在樟树湾有一群原住民大哥在聊天。你是有点阿达那个？我们就是阿达型 YouTuber。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咕隆咕隆咕隆，那个地震的啦。我们阿美啦，阿美是阿美。你们是住在这吗？对啊，没有啊。真正的北漂，我们住盐湖区在花莲。跟花莲比的话，你们比较喜欢哪边？是花莲好啊。为什么？他自己的故乡当然自己好啊。我们部落比较好。花莲好是个好地方。有够失控。那你们有觉得这里很常下雨吗？天气不好。现在不会了呢。为什么现在不太会了？因为苏比瓦都很多的气候的变化，不是有没有听过淹水啊？淹多少次了？还救人嘞？你们游泳救人吗？对啊。为什么会去救人？就看到了。然后你们就游过去，然后把它拖进来。因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才刚要夸你人善心美。动啊！你看我们的会长在那里，对对，你看他也是从海边回来，你看。会长是什么会啊？什么都不会的，就是会。像我们这个是所长。为什么他是所长？我开厕所的。大哥的梗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。接着大哥向我们介绍这里的购物暗号。你拿一瓶莫德纳给他看一下，什么叫莫德纳？妹妹，他买莫德纳，这是不要是莫德纳。哦呀，这个就是高端。我平时都喝 BNT 啦，推荐你一下。那你们有经历过什么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吗？有啊，差一点就要当歌星了。现在来唱啊！我现在要清唱，可是我戴口罩不行啦。于是大哥将这个锅丢给了旁边的朋友。我唱一首儿歌好不好？好，唱儿歌。木瓜的掉下来。偷空壳啊，偷空壳啊，他妈不拉嘿，很买哈哈，很买哈哈，西老西干，提哟提哟，巴拉苏坦，巴拉苏坦，阿里里古娃娃，哎，啊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超棒的。好了，我现在被喝酒了。原来是来找酒友的啊。我们在汐止车站发现一间爵士鼓教室，这里的学生大概是学生。我们这些学生其实从最小3岁半到最大的70几岁都有。哇，所以有常青组的，然后有那种退休的，然后他们是也没有说要把鼓打得很厉害，但他们就是把这里当做是他们一个兴趣的第二组。我们这边有一些他们都算是大老板，该说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跟期望是很高的，但他们来学那个鼓，他们才真的体会到，他们真的放弃，他们觉得他们真的不聪明，然后他们只是觉得怎么自己会这么笨的。击倒资本主义的武器——爵士鼓。老师突然回忆起年少轻狂的开店故事。第一次办那个成果发表会，就在那个城隍庙。刚好，那我们第一次要去办的时候，我们租的发电机出问题，我们去跟城隍庙要借电，希望看他可以让我们把电拉过来。然后那个城隍庙说他的电不能借我们电，我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开一间这么大间的庙，我们要借个电也不给我们借。然后呢，我说那你们平常在嘴巴在念什么？佛慈悲，我听你在放屁，我就直接骂他然后我就走。阿弥陀佛。接着是在秀峰市场前的爆炸头哥。不然说你是住在大山上，大尖山上。人家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，说你是，我还是会说我从汐止来的。那他们会不会说汐止一天到晚都在淹水？会啊。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很烦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就跟他说，对啊，我也是小时候都听到这样，但因为我们家住山上也淹不到，但是我也没看过淹水，因为真的淹水可能台北都淹掉了。那我就看你们那些台北人要去哪，可以躲去你家啊。接着炸头哥要来分享职业。你做什么？哦，我在卖雪茄。酷，你在哪里卖？在君悦饭店。你做过什么行业？
卖球鞋、早餐店、房仲、种过田。那你做过这么多工作下来，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？现在这个吧，主要是可以认识一些有钱人啊，但认识到他们的对你来说最大的好处。好像也没有，就有时候吃饭他问你吃了没啊，还没，然后就会招待啊。那边吃饭也比较贵。你就是享受那个认识有钱人的这种。对啊，就是可以跟别人说我认识几个老板。跟他们认识之后，你的 level 有提升吗？吃的东西会比较好，就不用再争结，就是可不可以加饭不加饭，因为他直接会请你吃。你去信义区蹭饭的，算是。细致寄生上流。这位小学退休老师和我们分享他对细致的看法。汐止非常典型的卫星城市，这里的人都是起床就是往台北跑，那交通也太发达了，3条高速公路、火车，还有1条大同路，基隆也那么近，所以这边的人往外跑很容易。我们跟台北那个天龙国的区别，像我很多的朋友都是台北人，有时候我们会邀他们到我们汐止来走走这样。可是当我们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回答不爱了，外地了，汐止他们的观念汐止是很远的地方，我们的观念台北是很近的地方。老师继续 diss 台北人。台北人很多人不会搭火车。有一次更好玩的，我要去苗栗，我后面有一个大姐，她上了车以后，第一句话就问先生，请问我怎么样才知道我已经到新竹了？天龙国的感到怂。对我们这种乡下来的，这个从来不是问题啊。即使是闭着眼睛呢，新竹到了我们都会有感觉，那个新竹的感觉就到了。汐止人特色，通灵体质。汐止综合运动场有2位女子，她们对于汐止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是汐止人，你是高雄人，然后北漂来汐止，刚好满1年了。你们对汐止的想法是什么？很贵，然后他赞同你啊。然后很难吃，什么东西都蛮难吃的，很难吃。我们想讲这个时候，想说这样会不会得罪汐止人？没有一样东西好吃的，你连锁。真鲜、瓦城，然后那种连锁饮料店，同样的东西，可是就在汐止就是会变得不大好吃，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耶。汐止黑暗料理街。对，汐止真的很爱塞车，就是会有大型停车场在大同路。每天早上如果下雨的话，大同路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停车场，就整条路是停车场，真的很夸张。而且就没有捷运，什么都很贵，还很容易下雨。很多人还是觉得汐止很棒。那你们觉得汐止很棒吗？啊，一半一半啦。汐止唯一好处就是你要出去玩的时候，去基隆、去宜兰、去南港都算近。接着，他们分享工作的趣事。我们在健身房上班，那健身房应该会遇到一些特别的学生会。有一个会员他要来续约，然后他莫名其妙在他的地址上面写你啊，问候别人的妈妈，然后死都不改掉，然后就变成黑名单了。好，那什么躺在烤箱突然被假装他在睡觉，在烤箱，然后旁边的座位这样就摸下去，然后他也然后就眼睛张开，一个人蹲在前面。汐止有这么多疯子？算少，高雄更多。高雄是死角收很多，毕竟是公共场合的淋浴间，所以那个门的坎都做得很高，所以你都看得到有1双脚脚在那边洗澡。你看到2双脚脚就知道不对劲了。然后因为清洁人员随时都会进去，那可能就有其他会员听到，对，然后就会反应。那我会遇到长辈就是要来问运动事情的时候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你们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介意啦，你们这边会不会有那个啦？你是要说什么？就2个男生那个啦？你是要说一起练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练啊，就是在厕所里面那个啦。说不会啦，只能跟他讲不会啊，不然跟他讲会还得了？说不定是2个男生在厕所里面一起练呢。回到今天的正题，汐止地形南北高中央低，加上基隆河贯穿汐止，使得内部各地往来不便。划分地域分别为社后、横科、汐止市区以及五堵。有部分网友提出疑问：横科人觉得自己是南港人，五堵是基隆还是汐止呢？于是我们来到横科求证当地的妹妹。你是从这里土生土长的？对。所以你算是横科人？不是，是南港人。那你觉得汐止跟南港的差异最大是什么？汐止要看哪一边吧。所以你对汐止不熟？不熟。你平时会去汐止市区吗？不会，又不顺。接着，我们请这位南港妹妹介绍南港的好去处。公园很多。你说白云公园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明明就是汐止的。啊，
对啊，你真的把这一代自己完完全全当成一个南港人。对我来说，真正的戏只是过桥那边才算。我的戏址我定义。再来是就读内湖高中的戏址小鲜肉。那你觉得戏子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？其实该有都有啊，还跟没人坐我车，其他人都不会坐我车。我们之前住在附近，每人都在坐我车。就是我跟我们团同学说，上下学都坐我车。他说我没坐过火车我说真假的？他对于戏址的分区方式有话要说。我之前都不知道社会在哪里，我以为就是这也是戏址，这也是就是比较繁华的地方。然后我就不知道，我原来社会也是戏址。那你觉得横科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南港人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他们就只是旁边有捷运站而已。我以为南港比较繁华一点，结果呢？横科应该不算啦，那边比较偏僻一点。我骂家那里，我就知道，看那里就很偏僻，公车也很少。那你觉得横科跟戏子这边哪边比较好？横科。你刚口嫌体正直。离开横科，接着我们来到五堵。你会觉得自己是戏子还是基隆人？对我来说，我是没什么区别啊。我出生就在这边的话，要说到分县市的话，我也没怎么搞清楚。我们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大部分现在这边的人的话，他们没有机车或者是交通工具的话，大部分都走。怎样的距离不算长？走20分钟以内的话都算近了。哇，你时间定义跟我们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那你大概一般的脚程是多快啊？应该说到戏子国中那边的话，大概花25分钟就到了。如果从你这边从五堵出发，然后你最远可以接受走到的戏子地区是哪里？到樟树湾那边吧。五堵人的专长，走路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这位妹妹更是走路界的小天后。你平时常走路吗？常啊。因为我刚刚访问到一位，他说他会从这里走去戏子车站。会啊，我也会，我也会啊，我也会。对啊。你自己走路，你觉得几分钟的距离都算近？差不多半小时吧。因为我之前国中读戏子国中，然后走到戏子国中要45分钟。那你最远可以走到哪？可以走到南港那边吧。屁啦！你从戏子的最右边走到戏子的最左边。我们来看看五堵到南港的脚程需要几分钟，等于是搭高铁从台北到高雄的时间啊。于是我们请妹妹示范五堵人如何走路的。想知道五堵人的脚，哇！你平时是这样走路的？戏子暴走族。虽然贵为戏子暴走族，但仍有令他困扰的事情。戏子是真的蛮多8+9，都是年轻人，差不多跟我年纪一样，同样岁数。说到8+9，戏子车站前面这两位妹妹很了解8+9的休闲娱乐。我们都星光桥去到烂，还有那个圆球在哪里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很抱歉，可能主持人盖瑞长得太可笑了。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没有，就是一个对棒的棒棒。它就是一个桥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些应该是帮那种8+9设的那种公园。那这里的8+9形态是什么？就是一坨，然后可能国中、高中，然后聚集在公园。他们会做什么？做一些很智障的事情。因为他们会在那个圈圈上面，就是做一些很智障，就那种游乐设施。然后我们有一次去那边玩，他们就一坨8+9把那东西盘满，就全部附在上面，然后一个人在下面转，然后他们就是快要掉下来。8+9的量词一坨。而其实妹妹的妈妈是个比8+9更狠的角色。喂，我可以上镜头吗？啊？当然，反正会被剪掉啊，被他。明显是个狠角色。接着这位弟弟身边也有很多8+9的朋友，还蛮多的、我身边蛮多的。那你身边的8+9朋友会做什么事情？骑车的时候就大补油门，一定要让它声音最大声，有够垃圾，吵死！没有那个速度，有那个声音而已。于是我们请他示范正统的8+9骑车姿势。你知道8+9一定要这样骑车是不是？你看起来挺熟练的。最后，这位住在横科的姐姐要来对戏址做一个总结。
其实我是觉得说，汐止不像说是都市那么的紧张。如果你注意去看它的一些环境，你不觉得它好像比较偏都市上的乡村吗？你注意看它有一些什么田园，如果你再往前面一点，那边有个那个平安崖，或是什么包子湖，你可以觉得它很像进入乡村。汐止其实美是很美，可是你说它是都市，那我觉得说应该是形容说它是都市里面的乡村，也可以说是那个台北的后花园。我们是就事论事嘛，真的啊。结论：宜兰人松一口气。时光倒流，再让你回去选择要不要上哈兹卡西，我会选择上。不知道，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，因为拍那个万圣节节目之后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反正平常没认识男生，他生活那么无聊，想说试试看。就是重来一次的话，第一次我可能还是会要，然后再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。When I got your love